每到数9寒天的1月，这个时候屋子里烧着暖气，外头却是寒风刺骨，一冷一热来回折腾，不少老朋友的身子就开始闹脾气。有人是嗓子里像卡了根羽毛，白天咳，晚上咳，咳得2口子都睡不好觉；有人是肚子胀得像鼓，好几天蹲不出来，坐立难安，心里发慌。还有人最担心的是血管，天一冷血管一缩，血压蹦上蹦下，医院里心梗脑梗的消息，这个时候听得格外多。还有的老友是肚子里没来由的窜着一股闷气，吃啥都没胃口，晚上躺下总觉得胸口堵得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碰上这种时候，大伙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去菜市场囤点菜，补一补，润一润。转一圈下来，摊子上摆的最多的，永远是大白菜、圆白菜，还有那一筐一筐的土豆。这些菜确实不错，价钱实惠，家家离不开，谁都不否认它们的好。但是今天要非常郑重地跟各位讲一句，在这个又冷又干的1月份，真正该被摆上餐桌 C 位的，压根不是它们，而是一样土里土气、白白胖胖的宝贝。它长得敦敦实实，摸着沉甸甸的，切开来汁水直往外冒，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废的，肉能炖能煮，皮能腌能泡，就连那顶上一撮绿油油的缨子都是好东西。它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正主，白萝卜。您可别小瞧这个几毛钱一斤的东西，它在老一辈嘴里那是有个响当当的外号，叫小人参。摊子上随处可见，价钱便宜到您都不好意思还价，可它在营养学界和中医眼里是养护血管、止咳化痰、通肠润便的全能冠军。今天这一期是彻底的干货，花了大力气整理了几千字的内容，要把白萝卜为什么是1月最该吃的东西，怎么吃才能止咳，怎么吃才能护血管，这些问题给大伙讲深讲透。如果您想让自己的血管软一点，嗓子润一点，肠道通畅一点，麻烦把这期内容从头听到尾。在进入正题之前，如果您平时也惦记着自己和家里人的身体，麻烦先点一下订阅，再把提醒也打开，这样往后每一期使用的健康内容您都不会错过。这里讲的都是一些主流平台很少细讲的门道，要是觉得今天说的在理，欢迎在评论区打个1，这就是对这份坚持最实在的鼓励。也欢迎大伙儿留言唠唠自己的心得。可能有朋友要问了，冬天能吃的东西那么多，白菜也顶饱，土豆也扛饿，凭啥非揪着萝卜说事呢？朋友们，吃东西讲究的是应季应症。1月份正是1年里最冷最干的当口，也是嗓子闹毛病、血管出问题的高发期。这个时候人身上的阳气都往里收，加上大家伙儿动得少，吃的又偏油腻厚重，体内很容易憋出一股火，可外头的寒气又结结实实地裹着人，这就是里头有火外头有寒的局面。老话讲，萝卜这东西性子偏凉，味道辛辣带干，专门入肺经和胃经。它有一手本事叫下气消食，说白了就是把您肚子里那口顶得慌的气给顺下去。它还有一手叫化痰止咳，能把嗓子眼里那口黏糊糊的痰给化开。对于那些容易上火、老觉得嗓子干、肚子胀的朋友来说，白萝卜简直就是老天爷在数9寒天送来的一副天然良药。而且现代营养学也证实了，这个不起眼的白疙瘩藏着好几样对中老年人特别要紧的东西。先说大伙儿最惦记的血管问题，一到冬天，血管硬啊、堵啊，都是老朋友心里的一块石头。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白萝卜就是血管的清洁工，堪称血管的软化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白萝卜里含有一种叫胡皮素的物质，还有丰富的钾元素。这个胡皮素能帮着调节血脂，减少坏胆固醇粘在血管壁上，就像拿了把小刷子，一点一点把粘在管壁上的油垢给刷下来。而钾呢，是钠的死对头，能对抗盐分给血管带来的伤害，帮着血管放松下来。一个中号的白萝卜大概能提供400毫克左右的钾，比很多水果都高。每天吃点白萝卜，对稳血压、护心脏是相当有好处的。所以有高血脂、血管硬化风险的朋友，白萝卜绝对该上您的食疗清单。曾经有机构做过一项跟踪了将近8000名中老年人的调查，结果发现，经常吃十字花科蔬菜的人比很少吃的人，心血管方面出问题的比例低了不少，这可不是个小数字。除了清血管，白萝卜在冬天还有一个替代不了的本事，那就是止咳化痰。
它简直就是家里现成的镇咳药。冬天咳嗽的人特别多，吃药吧怕伤身体，不吃吧嗓子难受的睡不着，这个时候白萝卜就该派上用场了。中医讲，萝卜能清热化痰、润肺止渴，专门对付那种痰多咳嗽、嗓子发干的情况。民间流传一句老话，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说的就是这个理。后面会详细教大家怎么炖、怎么煮，效果比很多止咳糖浆都实在。再讲一个特别实用的功效，那就是开胃消食。上了岁数，肠胃就不比年轻时候，稍微吃点油腻的就顶得慌，不消化。白萝卜里含有大量的芥子油和淀粉酶，这两样东西一进肚子，就能帮着分解食物里的脂肪和淀粉，促进胃肠蠕动。老辈人常说萝卜进，郎中出，就是夸他这个本事。对于那些一到过年过节就容易吃撑、积食的朋友，饭后来一点萝卜，比嚼健胃消食片还管用。除了帮着消化，白萝卜还是肠道的润滑剂。冬天大伙儿都懒得动，喝水也少，便秘是常事，那种蹲半天出不来的滋味，谁经历谁知道。白萝卜含水量极高，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这些东西吃进肚子，能把干硬的粪便软化，还能增加它的体积，推着肠道往前蠕动。对于那些老便秘、肚子胀的朋友，吃萝卜比吃泻药温和多了，也不伤身子里的正气。这个冬天，流感、病毒轮番上阵，靠的就是免疫力。白萝卜的维 C 含量也不低，大概是每百克20多毫克，加上它含有的微量元素，能帮着提升白细胞的战斗力，像是给身体里的卫兵多发了几箱弹药，让您在病毒面前更有底气。同时，白萝卜还能帮着清清肠胃里的火气。眼下不少老友嘴里长泡、牙龈肿痛，多半也是体内积了热气。适量吃点白萝卜，能帮着把这股虚火给压下去，整个人也清爽不少。另外，白萝卜里的一些天然成分还有一定的抗菌作用，对咽喉部位的不适也有一点缓解效果。冬天嗓子干痛的时候，含一片新鲜萝卜片在嘴里慢慢嚼一嚼，能感觉到一股清凉从喉咙一直往下走，那种发紧发痛的感觉能减轻不少。讲了这么多白萝卜的好处，不少朋友可能已经动了心思，想去买2根回家生吃。但光生吃解个馋是够了，要想把它止咳化痰的药用价值发挥出来，还得动点脑筋。今天给大伙儿介绍4道好吃又治病的萝卜方子，从润肺止咳到开胃解腻，从老人到小孩都能照顾到，让它变成餐桌上真正的良药，而不仅仅是一道配菜。第1道，专治阴虚燥咳的冰糖炖萝卜。在很多老中医的门诊里，这道方子的推荐率一直很高。每到冬天，总有些老人孩子感冒好了，烧也退了，可这咳嗽就跟甩不掉的膏药似的，赖着不走。这种咳嗽的特点是，咳的时间长，嗓子干痒，痰很少，甚至根本没有痰，舌头红红的，舌苔也薄。这在中医里叫肺燥咳嗽，肺里的津液被烤干了，缺的是润，不是消炎药能解决的。这时候冰糖炖萝卜就是最合适的方子。具体怎么做呢？第1步，把萝卜洗干净，削掉表皮，切成厚一点的块，别切太薄，太薄了炖出来容易软烂没嚼头。第2步，把萝卜块放进炖中，加几颗冰糖，冰糖能润肺，还能中和萝卜的辛辣味。如果家里老人有糖尿病，这一步冰糖就得少放，或者干脆换成一点点木糖醇。第3步，往炖中里加没过萝卜的清水，盖上盖子，隔水炖，大火烧开以后转小火，慢慢炖上40分钟左右，一定得有耐心。火大了萝卜容易发硬，出不来那股绵软的口感。第4步，时间到了，开盖您就能闻到一股清甜的萝卜香混着冰糖的甜香。把萝卜块和汤汁一起盛出来，趁热吃下去，嗓子眼里那股干痒燥热能马上压下去，喝完整个人都觉得润润的。坚持吃个3-5天，那种赖着不走的干咳基本上就能缓解不少。第2道，专治风寒咳嗽的生姜萝卜汤。这一道跟第1道做法不太一样，功效也正好相反。必须先把话说在前头，画个重点。这道汤只适合寒咳，不适合热咳，只适合寒咳，不适合热咳。重要的事情说2遍。很多朋友分不清寒热，一咳嗽就乱喝汤，反而越喝越咳。什么是寒咳呢？痰是白色的、稀的，嗓子发痒但不疼，还怕冷，流清鼻涕，这种是受了风寒。
这时候千万别单吃凉性的萝卜，得配上生姜一起煮，才能中和萝卜的凉性。做法也简单，第一步，萝卜切丝，生姜切片，多放几片，姜是这道汤的灵魂，少了不出效果。第二步，锅里加水，把萝卜丝和姜片一起下锅，大火煮开。第三步，转小火煮上15分钟，煮到萝卜丝变得半透明。第四步，出锅前加1小勺红糖，趁热喝下去，喝完最好盖着被子发汗，这样驱寒的效果才够足，喝上1-2次，鼻塞流涕的情况能减轻不少。第三道，开胃解腻的萝卜炖排骨，冬天大家都爱吃肉贴膘，可天天大鱼大肉难免腻得慌，老人孩子都吃不下，这时候加点萝卜进去炖，那真是画龙点睛，能让这道菜瞬间拥有灵魂。做法是：第一步，排骨焯水去腥，冷水下锅，加姜片料酒，煮开后撇去浮沫，捞出来沥干。第二步，锅里放油，把姜片和排骨一起煸炒出香味，炒到表面微微金黄。第三步，加没过排骨的热水，大火烧开，转小火炖上40分钟，让肉质慢慢炖软。第四步，把切好的萝卜块下锅，再炖20分钟，让萝卜充分吸收肉汤的鲜味。第五步，出锅前撒把葱花，滴几滴香油。这道菜排骨软烂脱骨，萝卜吸饱了汤汁，又软又入味，连汤都能拌饭吃，特别适合冬天全家围坐着吃一顿热乎的。第四道，嫩滑的萝卜丝蒸蛋，专门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和小孩准备的。老人牙口不好，肉嚼不动，鸡蛋是最好的营养来源，但天天吃水煮蛋早就腻了，换个花样做蒸蛋。第一步，萝卜擦成细丝，用少许盐腌几分钟，逼出多余的水分，挤干备用。这一步很关键，水分多了蛋羹蒸不成形。第二步，鸡蛋打散，加入温水，比例大概1:1.5，搅拌均匀，滤掉浮沫，这样蒸出来才细腻没气孔。第三步，把腌好挤干水分的萝卜丝拌进蛋液里，加一点点盐调味。第四步，上锅蒸，水开后蒸上10分钟左右，关火焖2分钟再开盖。出锅撒点香油和葱花，鸡蛋嫩滑，萝卜清甜，带着一丝丝辛香，特别适合牙口不好的老人和挑食的小孩，一大一小都能吃得香。讲到这儿，咱们说的都是萝卜肉怎么吃，可还有一样东西，很多朋友随手一扯就扔了，扔的可不是垃圾，是钱是药，那就是萝卜顶上那一撮绿油油的缨子，还有削下来的那层皮。在懂行人眼里，白萝卜浑身是宝，缨子和皮就是被大伙儿最容易忽视的宝贝。给大家总结了3大妙用，听完您就舍不得扔了。第一大妙用，缨子晒干泡水能通便解腻。萝卜缨里的膳食纤维比萝卜肉本身还高，晒干以后泡水喝，或者切碎了腌成小菜下饭，对肠道蠕动特别有帮助。尤其是那种老便秘的朋友，坚持喝上几天，感觉会大不一样。第二大妙用，萝卜皮煮水能消炎利咽，把削下来的皮洗干净，加水煮上10分钟，晾温了当茶喝，对嗓子肿痛有一定的缓解作用，比干喝白开水管用得多。第三大妙用，萝卜皮晒干装进小布袋，能当天然的除味剂，放在鞋柜里或者车里，能吸附异味，比化学的清新剂健康多了，随手一放，效果能维持好一阵子。好了，萝卜肉的好，萝卜边角料的妙都讲完了。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想去买了，但是想挑到一根好萝卜也是个技术活，别光看个头大，很多萝卜那是虚胖，皮糙肉厚，一切开中间全是空的。今天把挑萝卜的4招诀窍传授给您，保准您一挑一个准，绝不花冤枉钱。第一招，看外观，选那种表皮光滑，颜色均匀，没有裂口和重眼的，别选那种长满须根，歪七扭八的。须根多说明它长得费劲，肉质多半不细腻。第二招，摸手感，用手指按一按萝卜的表皮，感觉硬实有弹性的就是好萝卜，要是摸着发软发绵，一按一个坑，多半糠心了，买回去切开准后悔。第三招，掂重量，同样大小的萝卜，越沉的水分越足，越轻飘飘的多半是放久了，水分都跑光了，口感发柴。第四招，也是最关键的一招，拍一拍听声音，用手指弹一弹萝卜的中段，声音清脆瓷实的说明萝卜结结实实，水分充足，声音发闷发哑的说明里头已经空了糠了，这种买回去炖多久都是柴的。
学会这4招，看外观、摸手感、掂重量、拍声音，下次您再去买萝卜，那就是行家出手，保准挑回家的每一根都水灵新鲜。讲到最后，必须得收起刚才的轻松，本着对每位老朋友身体负责的态度，给几类特殊人群提个醒，这几条请务必记在心上，或者转告给家里的相关人群。第一，脾胃虚寒的人要少吃生萝卜，那是雪上加霜。萝卜性子偏凉，平时手脚常念冰凉，一吃凉的就拉肚子的朋友，最好把萝卜蒸熟或者煮汤再吃，减少它的凉性，这样既解了馋又不伤身。第二，正在吃中药特别是寒人参类补药的朋友，最好把萝卜和药隔开吃，那是药效相冲。民间常说人参萝卜不能一起吃，虽然没有那么绝对，但为了保险起见，建议隔开2-3个小时再吃，具体还是要听医生的建议。第三，甲状腺功能本身就有些异常的朋友要控制量，萝卜里含有的某些成分吃多了可能会影响碘的吸收，这一点尤其要留心，建议少量食用，有具体情况一定要遵医嘱。第四，胃酸过多或者有胃溃疡的朋友，别空腹吃生萝卜，那是自讨苦吃。生萝卜的辛辣成分会刺激胃壁，最好饭后吃，或者做熟了再吃，能减少对胃的刺激。第五，正在服用抗凝血类药物的朋友要小心，那是药食相互影响，最好固定萝卜的食用量，别忽多忽少，具体的用量还是要听医嘱，别自己瞎琢磨。第六，吃完生萝卜记得漱漱口，那是护牙细节，萝卜的辛辣成分容易刺激口腔黏膜，吃完喝2口温水漱漱口，能让口气清新一些，也能减少对牙齿的刺激。这几条禁忌看着琐碎，其实条条都关系到身子骨，咱们吃东西讲究的从来不是多多益善，而是量力而行，对症而食，这样才能真正把好东西吃出好处来，而不是好心办了坏事。朋友们，大自然真是神奇的造物主，总是在最冷的时节给咱们送来最实在的礼物。这颗其貌不扬的白萝卜，润着咱们干燥的嗓子，护着咱们的血管，通着咱们的肠道，也暖着咱们这个冬天的餐桌。希望大家看完这期，下次买菜的时候，别光顾着大白菜土豆，也给白萝卜留个位置，不妨试一试那道冰糖炖萝卜，那是给咳嗽的老伴最贴心的关照。也试一试那道萝卜炖排骨，那是给挑食孙辈最实在的疼爱。这不仅仅是在吃一根萝卜，更是把咱们对家人的牵挂实实在在地放进了柴米油盐里。如果您觉得今天这期掏心窝子的分享，哪怕对您有一丁点帮助，哪怕只是学会了一个挑萝卜的小窍门，这份苦口婆心就没有白费。最后有个不情之请，麻烦动动您发财的金手，给这条内容点个赞，这不仅是最大的鼓励，更是为了让大数据把这条实用的养生干货推给更多像咱们一样的中老年朋友，多一个人看到，世间可能就多一份健康。把这份健康知识分享出去，转发给您的家人朋友老战友，这就是在做善事，就是在积福报。如果您有关于吃萝卜的独家心得，或者是想问的问题，请务必在评论区留言，每条都会认真看，咱们评论区里也是藏龙卧虎，大家互相交流，一起长寿。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祝大家的日子像这冬天的萝卜一样，实实在在，甜甜蜜蜜，圆圆满满。